You're so funny 我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我。 Yes, you're so bad. Oh my God, you're so funny. 木子，我们。 如果你的离开和辞职是因为我和洛天的关系的话，我今天当着 Mr. 的面，我再重新说明一次，我和洛天的交往是再正常普通不过，我们是坐在一起聊天而已。难道你还想让我等到你们躺在一起聊天啊？两个都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听了半天，我是听明白了，原来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跟 Beauty 是完全无关的。我想告诉你们，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，我一概不感兴趣。一个男人，两个女人，最混蛋、最不靠谱的，就是那个像缩头乌龟一样的男人。木子啊，一本杂志，他今天能办到这种程度，他倾注了你所有的青春。你要走，你要去别处工作，你这不是跟我赌气，你是什么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可以继续放你的长假，让你去疗伤。我不同意你去那个杂志，当什么执行主编。对不起 ，Miss Dunn，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Joanne， 我把 Beauty 让给你做了，希望你好好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 Beauty 做得更好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Beauty 不是天生好卖的，是因为有我。就像洛天今天能够得到你的注意力，也是因为有我。Beauty 是我一手做起来的，那么我也知道我怎么会把 Queen 从零开始做到销量第一。别在我面前提 Queen， 我告诉你，这才是一个自大轻狂的名字。他能跟我们的 Beauty 比 ？Beauty 永远是那么迷人，她永远是那么的优雅。不过 Beauty 取悦他人，所以其实容易随波逐流。但是 Queen 不一样 ，Queen 取悦自己，充满个性。我其实蛮有信心的。哎，夏冰，你来了。Miss Dunn， 主编，你休假回来啦？啊，你们有事，那你们先谈。我先走了。夏冰，进来吧，我们等着你呢。小品，请坐。夏冰，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知道
你很想回到 Beauty 来工作，我也对你非常欣赏，我也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员工。我跟 Miss Deng 提起过你的，我对他做过深入的了解，在他帮木子做助理的时候，他非常有想法。没错，乔恩在我面前多次提起你，其实我对你的印象就很不错。欢迎你回来，做乔主编的助理。乔主编，那李主编呢？就在刚才，他辞职了。我怎样挽留，也无济于事。对李主编的离开，我们都非常遗憾。不过他自己好像也另有打算，应该很快吧。他要去做一个什么小杂志的执行主编。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事变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恐怕我没有办法回到 Beauty 了。我是李主编一手带出来的，要不是他，我到现在还是个浑浑噩噩的小前台。我想，我要先跟他聊一聊。乔恩看重你，但是我更需要你。回来吧，我会给你开出比以前更好的条件。对，你再考虑看看。在我没和木子聊过之前，我想我不能答应你们，对不起。你看看，我怎么就没有一个像夏冰这样一个福祸相依的伙伴呢？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谁跟谁还能福祸相依，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对他的诱惑还不够大罢了。小冰，主编，生日快乐！这个蛋糕太漂亮了，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。我没有事先告诉你我想回去工作，是怕你会笑话我。之前你那样挽留我，我却坚持要走，现在却灰溜溜的回来了，对不起。你用不着跟我道歉，真的，你愿意再回到 Beauty， 说明那个地方还是很能留得住人心的。我已经拒绝他们的邀请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去了 Queen 啊。你要是觉得我还能做些什么的话，带我一起去吧。实话告诉你 ，Queen 那里什么样的状态，什么样的发展，我还真说不好。现在把你带过去，你的日子会相当难过的。有您主编在，我怕什么？小兵啊，你听着，交情是交情，工作是工作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了我，你回绝了Joanne，回到 Beauty， 其实我心里是蛮感动的。其实你回到 Beauty 是最好的选择，毕竟那里有你熟悉的工作环境，熟悉的同事，而且大老板 Miss Deng 对你留印象那么深刻。我也相信Joanne会极力挽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 Miss Deng 突然站了起来，极力的挽留我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我夏冰何德何能，他们要这么对我？其实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也只是个前台，最多是个主编助理。Miss Deng 是在帮Joanne拉拢人心哦。你想，我就这样离开了 Beauty，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事变动啊！啊，现在你要回去，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挽留住你的。我只是没想到 Miss Deng 会这样亲自出手。没有主编您，就没有今天被邀请回去的我。主编，你了解我的性格的。只要我想好了，10个 Beauty 都留不下我。
我忙里忙外忙了10几年，没想到今年我的生日，就你来陪我过。我最付出心血的一件事和一个人 ，Beauty 和洛天，看来2个都要同时离开我啦。你说过的，你不会放弃和洛天的婚姻的。心里越是没底，越会把话说得满。我做了很多种的假设，我甚至都已经想好了，要是万一被我捉奸在床，我会怎么样对待，说些什么样的话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就能和一个女人这么没完没了的秉烛夜谈，这让我怎么办？老天爷就好像故意和你开一个玩笑，不管你准备的怎么样充分，他都可能随时让你连本带利的输个大精光。可你至少还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。我连跟谁打仗都不知道。我们今天为了这个吵，明天为了那个吵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们不是输给了某个人或某个事情，而是输给了时间。我好想回到过去，回到过去我们恋爱的时候。可现在，除非有奇迹出现，否则真的很难再挽回了。我们看似走的是不同的路啊。到那儿后，还缺什么东西的话，自己去买啊。我爸为什么没来接我？他还不知道我妈在医院吗？说好了不让他知道的事情，就一定不会让他知道了。那我走了以后，你还会不会照顾我妈妈？你妈她现在生病，需要人照顾啊。病好了之后，她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放心吧。那帮我个忙，以后有时间你就去看看她好不好？就像现在这样。虽然你抢走了我爸爸，但是抛开这些来说，你还是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。你笑什么？谢谢你啊，对我这么高的评价。爸本来要去接你的，我你木子阿姨说，有一些你们女生之间私密性的话，她要先跟你说。笑什么？她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们会因为乔安而离婚吗？会不会离婚呐？不会因为乔安，而是日积月累的问题。你和2任妻子都发生同样的问题，你就没想过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我这么小都知道没有完美情人，你为什么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呢？哟，啊，你先别把话给岔开了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老爸，我祝你呀，真爱永在。拜拜。好，自己小心点啊。拜拜。
谢谢你，你帮我完成了一次任务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来跟你解释一下。那天就算你没有来，那我跟乔安，所以不用解释了，真的不用给你解释，真的不用解释给我听。你不用发挥你那个想象力，好吧？真的没事。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个特别重要的一部分，显然我是想错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俩谁离开谁都可以过得挺好，至少你离开我可以过得很开心、很潇洒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重要吗？我好像是你生命中、你生活中的一个附属品，是你任务栏上一条又一条的记录，我只是用来你满足你一次又一次打勾勾的那种快感。是吗？不是吗？既然你真的是这么想，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吧。你真的就暂时分开一段日子，都各自好好想想吧。你帮我解除掉一切和洛天有关联的项目，各种缴费，还有那个保险啊。信用卡的还款啊，分期付款，总之一切和他有关系的，能解除的都解除掉。哎，你帮我在安源路附近找一套公寓吧，啊，小一点的，便宜一点的。妈妈不哭了，妈妈去上班了，下班回来就接你，好不好？妈妈不可能从早到晚都陪着你呀，对不对？我们长大了，我们要学习自己待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有些人会一直陪着你，有些人会离开你，但离开很快就回来了，像妈妈一样，下班以后就来接买卖了，好不好？乖孩子，我们长大了，你看有那么多小朋友，还有玩具，还有老师，你看有那么多花花。你把它带进去吧，不行就拖进去。我走了。妈妈，不哭了哈。芝麻糊啊，小心烫啊！陈阿姨啊，还是你命好，还有老公天天开着电瓶车送你到我家来上班。要是我老公在啊，我也不会让我儿子媳妇操心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家隔壁的李阿姨也是一个人，老了还要给女儿买房子。宝妈，你。李阿姨，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你小心烫啊！喂，是浦江吗？哎，小姑娘，我想问问啊，你们现在均价大概是多少啊？哦，还不到3万啊！你要买房子啊？啊，真的？你也要买房子啊？没有，我不是现在就买，但是我得来看看，很便宜的。啊，好的，我会来看看的。啊，好。宝妈，我运气没你好，命也没你好。你看看你们家这么大的房子，你们家阿宝结婚是有房子的，
我家仙仙如果要结婚没房子怎么行啊？所以我要去给她看看，还不到3万，便宜。你快去吧，我们元宝说了，李阿姨一会儿就到了，快去吧。好吧，哎，我把所有的插头都拔掉了啊，水我也烧好了，你不能去动那个煤气，你就在这坐着，实在不行就睡会儿，不要乱动，千万不能开煤气的。我1个小时就回来啊，不许乱动。连陈阿姨都能买房子了，陈阿姨都买得起房子了。允许我介绍一下，孙小美，过去在 Beauty 的同事。前2天她刚辞职，希望来到 Queen 和大家一起工作。欢迎。我和孙小美之所以愿意放弃如日中天的 Beauty， 跟随主编来到 Queen， 那是因为曾经我们都深受主编的影响。我相信通过主编的创造力和执行力，一定会让 Queen 创造又一个奇迹。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许下个承诺，我们的 Queen 在育儿归的那一天，荣誉是属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我得先跟你们说好了，你们送上来每一期内容，允许有瑕疵，允许有偏执，甚至你们的观点幼稚，我都可以容忍，因为这些可以改啊，可以教的。唯一我不允许的是各种抄袭。之前你们都是这样做的吗？所以 Queen 才越做越差。但是这一季流行的东西全球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借鉴了一些国外的杂志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从这3本杂志里来的，而这3本杂志是我随便走到哪个街口的报刊亭都可以轻易买到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做的不是读者文摘，是时尚杂志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去跟随潮流，而要去引领潮流。Queen 是什么？在我心里 ，Queen 是自信，是强大，是做你自己，让别人去膜拜。说得好。今天晚上6点钟，我们都留下来加班啊，大家一起讨论，重新选下一期的内容。晚饭和夜宵我会请客，小美啊，你找点好吃的，晚上犒劳犒劳大家，也算是给你们俩的欢迎会。谢谢。好吧，工作。主编，哎，夏萍，坐。我们之间啊，还有一个最俗气，但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没谈，其实有点难以启齿。按理说，你拒绝了9万跑来这里帮我的忙，我实在是应该给你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offer。主编，我要是为了这个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这里出现了。你相信我，给我6个月的时间，6个月之后 ，Queen 这里的一切各方面都会好过 Beauty。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拿得出手的 offer。6个月，会不会野心太大了？6个月才能报9万的一箭之仇，对我来说 too long 太长了。这个算是给你的一点点补偿。我的那个包，我一直把它收着，放在我身边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它还给你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。这个是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卖给你的，现在我还没还你钱呢，我怎么可以把东西先拿回来？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夏冰，你跑来这样帮我，现在以后你都愿意站在我的身边，这价值哪是一个包能换来的呀？你相信我，占便宜的是我。叔叔阿姨回来了。有客人啊？
是不是不方便啊？哪有什么不方便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，来婷婷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知道的。你姓李？对，我姓李。你好，我叫李梦竹。你就是婷婷的妈妈丁雪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跟婷婷爸爸说几句话。哦，婷婷，那你先回屋玩一会儿。不用，我今天想跟你说的话，婷婷应该听着。光明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哦，你别走，这些话你听听也挺好的。好，那别站着，坐下说吧。来，来，进屋，婷婷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许光明，你还认不认婷婷是你的女儿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这还用说吗？婷婷是我的女儿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那就好。刚才我上楼之前就想好了，我今天来不想跟你吵架，我想心平气和的把我们遗留的问题解决好。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既然你还认婷婷这个女儿，那就应该承担起一个当父亲的责任。婷婷的生活费，你要增加1倍。怎么了？钱不够用啊？当然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没问题，那就从下个月起开始加倍。答应的挺爽快的，看来现在有钱了，日子日新月异了。丁雪，你说钱不够用，我也马上同意加钱了，咱能不能不当着孩子的面说这种话？行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当然了，你要愿意给就给，不愿意给也不求你。婷婷，妈妈跟爸爸的话说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都来了，晚上就在这儿吃饭吧。不吃了。你不吃你走，那婷婷留下来吃。婷婷也不吃。婷婷好不容易跟她爸爸聚在一起，你就让她吃顿饭再走吧。我的女儿，轮不到你一个小三来说话。你说谁小三儿呢？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太无理了？你有脸做小三儿，还没脸承认了？你破坏人家家庭，抢走了孩子的爸爸，你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小三儿，脸皮真够厚的。我是小三儿，我抢走他爸爸。我想请你搞清楚，这是在你们离婚之后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家庭就是你破坏的，你心里清楚。婷婷妈，你说这些话你要负责任的。我负什么责啊？我头一次见到当小三的，还理直气壮了。光明，我不想跟他吵了，你告诉他，咱俩好是在你们离婚之后。你们都小点声好不好？小雪，咱俩为什么离婚，咱俩心里最清楚。这是咱俩个人之间的事儿，跟第三者无关。跟第三者无关，你真说对了，他就是第三者。许光明，我们离婚，你说你敢说跟他没关系？你敢睁着眼睛说瞎话？
当然没关系，我说什么瞎话？就说瞎话，不要脸的东西！你骂谁不要脸呢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不要脸就是不要脸。雨雪，当着我妈妈的面，能不能别这么说？你妈的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她早就盼着你把我甩了，好另觅新欢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甜甜，大人吵架咱不听啊！好，把我甩了，找新的，找他那样的狐狸精是吧？倒是挺般配的，乌龟配王八，臭鱼找烂虾，你太过分了，太没素质了，你简直就是个龌龊！对于你这样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，我怎么做怎么说都不过分。看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，我用得着长素质吗？你说谁不要脸呢？你不要脸，你不仅破坏别人家庭，你太过分了！少你，你别！走，哎，出去！婷婷，进去吧。进去。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妈妈呢？妈妈呢？妈妈上哪儿了？小雪，姐，你又要走了？我以为我可以很冷静，我以为面对那张脸的时候，我不会再生气。可是，你也别太苛求自己了。我走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落到这个地步，究竟应该怪谁？当然怪你前夫啊，尤其是那个女人。说到底啊，还是要怪我自己。姐，你是不是后悔离婚了？如果给我一次重新再来过的机会，我可能会处理得更好。那就不跟婷婷她爸离婚了？这婚肯定还是要离的，只不过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至少不会处理得像现在这么狼狈。哎呀，不说了，小曼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什么满脸都没搬上。真的谢谢你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啊，挺讨厌的，那么自我，但是你还把我当成朋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愿意把你当朋友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真实，你一直在做真实的自己，不伪装、不掩饰、不虚伪，直接率性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特别佩服你。说实话，我之所以有勇气离开团里，也是希望可以像你一样
做真实的自己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学我！你看看我现在有多惨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这都是我的心里话。我相信啊，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。但愿吧。刚才到哪儿去了？妈，跟许光明吵架去了。我叫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你就是不听啊！我要走了。你要走，你走哪儿去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这次可能会走很长一段时间。小雪，我求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了？你可以对我不管不顾，孩子太小啊，不要老顾及自己呀。我就是为了婷婷，所以才出去挣钱。你出去挣钱，哪里挣不到钱？以你自身的条件，就在城里边这个附近，找一份安身立命的活不难的。在城里我能做什么呀？出去演出，至少还能发挥我的特长，这样赚钱还更快更多一些。哎呦，钱，过去呢，老想着成名成家，成个大明星，这大明星耽误成了，现在就想着去挣钱了。因为我们需要钱，太需要钱了，妈，你们不明白吗？以前我太天真了，以为许光明永远会对我好，这一辈子也不会抛弃我，不会背叛我。你想，他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当时那么多人喜欢他，我就选择了他。我没想到现在会这么对我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，妈？反正许光明我是指望不上了，我也不打算指望他。现在我谁都不行，妈，我们现在就得靠自己。但是孩子太小，别离开他。我就是为了婷婷，我现在离开，就是将来能更好的跟他在一起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回来的。沉默以后，不愿再开口。沉默以后，世界安静了。上天让我们相守，为何又走到尽头？曾经的温柔，已经无情地被偷走。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？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。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，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，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一次解脱。守着一个人的寂寞，想开
沉默。曾经那快乐的经过，难道就不能回头？曾想对你说，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，再一次拥抱我。妈，我走了。小雪，拿着。宁肯家穷，不能路穷。你在外头还要花呢。你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吗？我早就已经是空城了，我也就这么点钱。妈，你拿着。哎呀，你拿着呀你！我有钱，再寄给你和婷婷吗？妈，你给我照顾好婷婷，就不能明天再走吗？我怕我看见婷婷，我就走不了了。妈，你快回去吧。记得给我们打电话。我知道，你回去吧。在外头得注意安全。我知道，我走了。甜甜，上学了，来，快把书包背上。哎，好听话。哎，不对啊，耳蜗呢？你耳蜗呢？耳蜗忘了给你带了。哎呀，姥姥啊，这个脑子不中用了。哦，哎。婷婷，婷婷，耳蜗呢？你小耳蜗呢？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放在枕头底下的吗？放哪儿去了？你藏起来了？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跟姥姥开这种玩笑，这东西很贵的。啊，我现在只找到2个卡子，耳蜗不见了。你还真的藏起来了？在哪儿？哎呀！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搞的？这东西很贵的。再说没有它，你就听不见我讲话了，知道吧？
你不带这个东西，你就听不到我讲话了。看见姥姥，现在听到姥姥讲话了吧？对呀，你不能这样的。你没有这个耳蜗，你就听不见姥姥讲话了，知道吗？你就听不见人家讲话了。我不想听爸爸和妈妈吵架。我知道。好了，你不用送了，你留步吧。光明，怎么把你也叫来了？我叫他来的，我想跟你们好好的聊一聊。你没事吧，妈？咳这么严重，没去医院看一看？没关系，吃了药了，一到天冷老毛病就犯。你说吧。怎么说呢？孩子自从戴了耳蜗，婷婷适应能力很好，也愿意主动跟别人说话，有的时候上课呢还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。这肯定是跟姥姥平时在家帮忙辅导是有关系的。但是我发现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对劲儿，上课魂不守舍、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所以我把你们叫来，想问一下，是不是家里最近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刚才不跟您说了吗？没出什么事儿。今天还是一样的。下课的时候呢，我检查了一下孩子的耳蜗，我发现是关闭的状态。我说怎么上课魂不守舍呢？他根本就没有听。婷婷，爸爸说话你能听见吗？能听见爸爸说话，你要回答爸爸，跟爸爸说你能听得见。婷婷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前2天爸爸不是还带你去学诗、去背诗吗？怎么现在连话都不说了？妈，你先走吧，我带着婷婷回去住2天。算了，别再折腾了，孩子都不乐意。行，那你先跟姥姥回去，爸爸去找个朋友，过2天带你去医院再去检查一下。那走吧。婷婷啊，刚在路上爸爸跟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以后你要多跟人说话，多跟姥姥说话啊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不许再摘掉你的耳蜗。为了买这个耳蜗，你想想看，爸爸要加多少次班呢？妈妈要在外头多唱几首歌呀。他们现在吵架了，你感到很失望、很委屈。但是他们依旧是爱你的，他们爱你，就像姥姥爱你一样，甚至超过姥姥。你信不信啊？好孩子啊，我们全家人都是爱你的。你慢慢吃，多吃点。姥姥到沙发上去睡一会儿，乖。乖啊，姥姥睡会儿没事的。
事儿的，姥姥睡会儿就没事儿的。乖，去吃，去吃啊。甜甜，你吃好了没有啊？甜甜，甜甜，甜甜，就要一个罐头，17块8。婷婷，你姥姥呢？她怎么让你一个人出门来买东西啊？她可真放心。不对，还少5毛钱，还有吗？算了，5毛钱不要了。拿好了啊。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大黑天的，你跑到外面去啊？你就是为了这个罐头？是你吃还是我要吃啊？啊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省心啊？耳蜗呢？小耳朵呢？包这么多核桃干嘛？你不懂啊，咱们儿子是搞科研的，费脑子。吃核桃仁啊，补脑子。他又懒，我想趁明天咱们走之前，全给他包了。包这么多，谁知道光明吃不吃呢？他不吃，还不是还有婷婷吗？对对，还有婷婷。婷婷啊，要是不推小李的一把，说不定啊，咱们都要抱孙子了。哎，他是个孩子，又不是故意的，过去的事儿，别再提了啊。哎，都是命啊。哎，小李好像好久没上咱们家来了，你说会不会跟光明吹了？这事儿啊，你别管了。我是光明他妈，我能不管吗？叔叔，阿姨，小李呀，听说你们明天要回去了是吗？我爸爸让我给你们带了点东西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客气了。
孩子啊，这是干嘛？啊，我的亲人，我的祖宗，我的小宝贝儿，这是干嘛？这是？告诉姥姥，嘴有那么急吗？啊，等到明天吃你就不行吗？啊，你就不行吗你呀？吃吧，吃了治咳嗽。那我走了。好。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光明，我发现每次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话都特别少呢。没有啊，我本来话就少，再加上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，心里有点烦。什么事情让你心烦了？你告诉我好吗？我想听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把婷婷还给她姥姥是不是真的做错了。她现在又不说话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所以我总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所有人。光明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真的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我特别不想你总是这样矛盾、这样纠结的生活。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，我们都是不可能把它做得很完美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会活得很累的。可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又回到原来那个样子了，我怎么能不担心、不多想呢？光明，你别着急，慢慢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婷婷，宝贝儿，你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梅姥姥刚刚给你特意送来的，新鲜的，早上刚做的，你吃啊，多吃一点。哎，这是干嘛呀？哎，这是剩饭剩菜，姥姥来吃，姥姥来吃啊！你吃这个。你自己也吃啊，乖乖啊。
坚持住啊，坚持住啊！我知道你疼了，都怪姥姥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出租车，出租车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妈，哎，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的，吃坏了肚子，肠胃炎了。吃什么吃坏肚子了？哎呀，昨天晚上的剩饭剩菜，我是不让孩子吃的，他非要吃，结果就把我们俩吃成这样了。大夫，老人孩子没什么事儿吧？不要紧，输点液消消炎，再加上吃点药就没事了，别担心。输完液你们就可以走了，我去给你们开点药去，好吧？哎呀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听大夫都说了吧，不要紧的。你们3天2头往医院跑，以后您让我怎么放心让婷婷跟着你？妈，婷婷耳蜗怎么没戴？碎了。碎了？怎么碎的？掉在了地上，被车碾碎了呗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？您知不知道那耳蜗哪儿来的？那耳蜗是我找美国的专家专门给调好的。现在咱就算再买个新的，人专家回美国了，你找谁调试？找谁调试的这么精准？对不起，我，哎呀，妈，你也别怪我态度不好，这事我实在接受不了。所以等婷婷好了以后，我必须把她接到我那儿去住去。这事咱们没商量。怎么样？唱得好吧？好，不错。开玩笑，专业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手里的王牌。哎，在这种地方唱歌都委屈，乐吗？难怪唱那么好。怎么带个白话出来呀？你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丁轩，丁轩，白花，白花。这匆忙忘摘了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你找我饭吧。小小心，小小心。给钱了吗？怎么就500啊？不是说好1000的吗？嗨，还不是因为那个小白花。那不行，说好的他就得给1000。哎，不行，算了。不是说好的1000吗？你就给了500。你还好意思管我要钱？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今天是出了点状况，但是我多唱了2首，算是扯平了。还好没被人家家属发现，
要是被发现了，你的挨打你还没钱拿，你知不知道？500块不少了，要不看在谢总的面子上，你1分钱都别想要。不给试试看，今天1分钱都不能少，你给不给？啊，今天算我倒霉，给你。给了吗？他敢不给？你没闹吧？没有，他要敢不给我，让他好看。哎呀，不至于，几百块钱的事儿。再说了，也确实是咱们……那不行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我也将功补过，多唱了2首歌，他凭什么不给我钱？那哥们儿呢，也是我好多年的朋友了，为了几百块钱不值当的。薛立军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在乎钱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在乎钱，怎么了？该给我的他就得给我。李璇，没必要这样。我知道你现在的经济，但是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随时需要，我随时都可以帮助你。是为这几百块钱。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我不能什么事都找你啊。我也得自己想办法。老是这么见外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做人得有自己的原则。李璇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欣赏你这点。行了，走吧。走。光明啊，听听那个耳蜗的钱，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，我们俩1人1半。等我有了钱，我就给你。行了，妈，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，不用您出。妈，我知道您舍不得婷婷，但您放心，我会好好待她的。他现在跟你爸爸妈妈不熟，你有时间的话，多陪陪他。放心吧，妈。以后家里您一个人了，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喂，大梅啊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啊，我这儿好着呢，啊，正在包饺子，就是我对门那个小姑娘，啊，就是以前丁雪那个同事，他们不会包，带了几个同学跟我学的啊，你听听，我家里多热闹呀，啊，多热闹，
床上、沙发上、地上坐满了人，太热。啊，婷婷呀，一会儿他爸爸会把他送过来。丁雪他也来过电话了，咱们过2天见啊，嗨，新年好。来，新年快乐！少喝点啊。来吧。难得跟儿子过个年，喝杯酒啊，多高兴，痛快。爸，以后其他时间我不敢保证，只要过年我就陪你老喝。好，明年过年的时候，咱们全家都回农村啊，叫上咱们那些亲戚